你知道吗？这个长得像外星生物的粉色小家伙，不是鱼也不是蜥蜴，它叫美西螈，学名墨西哥钝口螈，也叫六角蝾螈，人送外号六角恐龙。你看到它头两侧像珊瑚一样的3撮羽毛，就是它的外鳃，功能是从水里吸收氧气。虽然一生都保持着幼体的模样，但它可能掌握着人类重生的钥匙。而且它还解答了我很多生活上的困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克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我的六角恐龙老师。六角蝾螈原产于墨西哥城郊的霍奇米尔科湿地，这是阿兹特克文明建成时留下的人工辅导系统。几百年前是一大片连通的大湖，现在被墨西哥的水泥一点一点吞掉了，就剩这么小块儿。跟绝大多数动物不一样，六角蝾螈的活动范围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小撮地方，这在生态学里叫微地方性物种。说人话就是好比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，然后有人把那个篮子几乎踢翻了，也就是濒危。六角蝾螈英文名叫 Axolotl， 它的名字有一段历史。Axolotl 来源于阿兹特克语的 Axolotl， 字面意思是水中的怪犬，造型上是个犬头，挺抽象的。在阿兹特克神话里 ，Axolotl 是一位丑陋的神，是火、死亡与闪电的掌管者。他的使命是引导死去的灵魂穿越9层地下世界，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冥河摆渡人。虽然在冥界当上班狗，但 Axolotl 这个神非常的怕死。根据佛罗伦萨手稿记载，在创造第5轮太阳的祭祀中，众神必须献祭自己，用鲜血推动第5个太阳运转。Axolotl 因恐惧死亡而逃跑，它先后变形成一株双生龙舌兰被找到了，一株双茎玉米被找到了，变成了一条双头龙被找到了。随后他跳进了霍奇米尔科湖，变成这种带有羽冠的水下怪物。他在水里活了几百万年，再也不出来了。你以为六角蝾螈输了，但其实它赢麻了。它是可以在水中永远保持着幼态的两栖类动物，并且进化出了地球上最强的再生能力。六角蝾螈是两栖类动物，按理来说，大多数两栖动物会经历变态发育，就像蝌蚪变青蛙，小时候在水里了，长大后丢掉鳃，长出肺，上岸开启中年生活。但美西螈说我不，它一生都待在水里，保留了外鳃和尾巴，那几根看起来像羽毛的东西就是它的外鳃。正常两栖类动物的外鳃会在变态时消失，六角蝾螈的外鳃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在，它永远保持幼体形态，泡在水里看起来永远在微笑。它虽然长得可爱，大眼睛、宽脸、小鼻子，但是微笑确实是人类的误解。科学家们已经确认了，它只是嘴角上扬，其实面部肌肉几乎不能做任何复杂的表情，是个天生的微笑唇。它永远娃娃脸，永远是个宝宝，倒是真的。这就是生物学上的幼态持续。它们在性成熟后依然保持着幼年的特征，这背后的科学原因是它们的甲状腺激素分泌出了问题。对于美西螈来说，既然水里环境这么安逸，为什么要冒着干旱和捕食的风险去陆地上内卷呢？顶级巨婴不仅是一种选择，更是一种极致的生存策略。六角蝾螈的交配方式也非常反直觉，大多数两栖类动物需要变态才成熟，六角蝾螈跳过了变态这个步骤，大约18至27个月达到性成熟。它们的交配方式也非常的绝，它们不是直接交配，而是间接交配。雄性六角蝾螈会先主动接近雌性，引导啊、跳舞啊，尽力的表现自己。雄性会释放出一种胶状物到水环境里，它的精子就包裹在胶状物的结构中，雌性跟随雄性发现这个胶状物，然后把这个胶状物吸到体内，在体内受精。整个过程不是交配，其实是一个放下拾起的过程。除了性成熟以外，六角恐龙几乎关闭了其他发育的开关，它用放弃进化的代价换取了无限修复的能力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它的超级再生能力。它不仅能再生四肢，更燃的是还能再生脊髓、视网膜、心脏，甚至是部分前脑。要理解六角蝾螈为什么这么牛，可以无疤痕再生，就要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人类在自我修复上那么拉胯，为什么我们不但不能再生，还会留疤。
人类的愈合目标不是恢复原样，而是避免死亡。人类的这个修复方案呢，进化了数亿年，逻辑非常明确，快速止损。当你受伤，你的身体会马上出一个紧急补丁方案，尽快封住伤口，防止失血和感染。管它好不好看，先别让你死了。这个方案叫纤维化修复，用疤痕封口，就像用腻子补墙，速度很快，但功能永久损失。过程大体是这样的：当你受伤时，免疫细胞率先冲进来修理一波，血小板聚集止血，纤维蛋白原形成网格封口，然后成纤维细胞开始疯狂工作，它们像施工队一样，用大量胶原蛋白快速填满这个区域。这个过程速度极快，效率极高，但填进去的胶原蛋白是乱序排列的，没有原来的血管走向，没有神经末梢，没有汗腺，没有毛囊，甚至会阻碍肌肉的再生。疤痕不是修复，是用一块没有功能的填充物把受伤的区域填上。但六角蝾螈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六角蝾螈给出的方案是拆掉整面墙，按原始图纸重新建一面新的，而且建完你完全看不出来曾经出过事。科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去分化。简单说，受伤后把已经长大的成年细胞重置回它们是婴儿时的干细胞状态，形成一个叫再生芽体的组织，重新计算，重新生长。最硬核的是，它们拥有位置记忆。如果你切掉它的小臂，它绝对不会长出一整条腿，而是精准的只补齐缺失的部分。这种能力让他们在遭遇捕食者的时候，可以像丢掉一件旧衣服一样丢掉身体零件，大不了过几天再换个新的。如果只能重新长手长腿，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，毕竟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。最燃的是六角蝾螈能再生心脏、脊髓、视网膜，还有大脑。科学家们曾做出过一个实验，他们把一只美西螈的大脑切掉了一部分。如果在人类身上，这意味着永久性的脑损伤或死亡。但美西螈的大脑神经元会迅速开始分裂，不仅长出了新的脑组织，甚至恢复了受损前的记忆和行为模式。六角蝾螈有极其复杂的生物学机制，这是一套极度精密、环环相扣的工程学代码。现在，全球超过200个实验室正在研究六角蝾螈的基因组，试图找到一个答案：为什么它行，为什么我们不行？如果我们能搞明白这一点，就可能意味着脊髓损伤、心肌梗塞、阿尔兹海默症这些听起来永久损失的疾病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性。他好像在说，我不是不成熟，我只是选择了另一种生命方式。他用整个生命周期向我们展示，保持未完成的状态，或许才是拥抱无限可能的唯一方式。永恒幼态是对线性时间的优雅反叛。如果大脑可以被无限次的重塑，那么那个最初的美西螈还在吗？或许这位老师想告诉我们的是，生命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瞬间，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关于修复与生长的动态博弈。也许研究六角蝾螈的终极目的，并不是为了让我们也长出断肢，或者像他们一样永葆青春，而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，生命原本拥有如此惊人的柔软的韧性。六角蝾螈不是生物学上的故障，它是大自然留在水底的一个备份。它在提醒我们，即便生活在污浊的淤泥里，即便面对再深的创伤，只要坐标还在，只要信号没断，生命永远有重写的可能。从六角蝾螈身上学到了，我不一定要向上走，我还可以向左走，向右走，或者四处走走。正是在偏离了预期、偏离了人设的裂缝中，才感受到它生动的灵魂所在。足够漫长的逃离，才能迫使我们真正面对必须重建的生活。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，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。See you。Your stillness is an endless bloom, an echo from a liquid womb. Axolotl